皇上，天下所定未久，百废待兴，再加上个别地方闹水害，出现一些逃荒的难民，也在所难免。这各部官员也曾向微臣禀报此事，但是，臣以为此等小事，就不必让皇上费心了。小事，啊？那在文丞相眼里，什么才是大事啊？皇上，正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哎，够了，文丞相。百姓离乡背井，哪来的家又这么齐啊？啊，平民流离失所，这国怎么叫治啊？天子脚下还有难民在哀嚎呢，这天下又怎么平呢？皇上，您言重了。哎，文丞相，是你言轻了。圣人早就说过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啊。这民才是天下的根本，民心都没了，天下就危了。君王是船，百姓是船下的水。这水呀，虽然能让船浮起来，可涌起的波涛也足以把船给打翻呐。皇上，这难民的问题的确应该引起重视。文丞相，皇上，你身为百官之首，关系重大，你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观民情、察民心了。可是你做了什么？啊？哼，这百姓的问题你都视而不见，竟然把民心的事情都瞒着朕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皇上，臣知错了。皇上目光深远，臣万万不及。啊，那这难民的事啊，皇上，臣马上用心处理，请皇上放心。行，那朕就等着瞧。诸位卿家，你们知道皇上最害怕的是什么吗？就是闭塞视听啊！为什么要你们上朝？就是要把你们的所见所闻都告诉朕啊！丞相虽是百官之首，可未必事事都判断得恰如其分。这次难民的问题，丞相就是判断有误。所以大家以后不必什么事都要经过丞相的点头才能告诉朕。都明白了吗？遵旨。哼，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捅刀子。梅儿，你知道这个人他是谁吗？司徒青云，他昨天来见皇上，还说文武百官都在见您的脸色行事呢。司徒青云，他真是太卑鄙了。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。爹，这年头没人可信的。是啊，梅儿，你在宫中还好吗？说不准，皇上有时候待我不错，有时却故意躲避我。皇上还是头一次在大殿上让我下不来台，我看他好像有些顾忌咱们父女俩。梅儿，你在宫中可要小心应付啊。爹你放心，有姑妈罩着呢。哼，等你什么时候当上皇后，你爹的心才能放得下呀。表哥确实不觉得我这表妹十全十美，可是暂时在宫中还没有人可以和我相比呀。爹你不用担心，只要逼表哥马上立后，那我很快就可以当皇后了。这事儿，我跟你姑妈还得好好商量商量。爹，那这难民的事儿你要怎么处理呀？难民的事儿，哼，太简单了。我已经下令9城兵马司，把那些难民通通都给我赶出城去。
当官的在想些什么？一下子把难民都赶出城来了，你看。我们得多准备一些米啊。我已经又订了2仓米，应急应该没问题。可是你看，这么多的人都被赶出城，晚上连个避风的地方都没有了，老人孩子怎么受得了？那要不我看这样啊，我们再雇些人，晚上也施粥，这样有热粥呢，人也能抵挡住寒气嘛，是不是？这粥能喝1宿吗？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我看，怎么着也得有个避风的地方吧。我决定了，给难民们盖房子。啊，盖房子？怎么样，梁兄？这儿的风景不错吧？不错不错，不光是风景好，这儿的风水也是极佳呀。我一直想在这儿把这块地给占了，给自己盖个大宅子，省得我爹老管着我。不是，你是丞相的独生子啊，丞相舍得你出来住吗？哼，爹要管的事情多了，他管不了我。不过现在好了，爹了了一个心愿，不过还是要谢谢梁兄你慷慨相赠啊。哎，1张小银票只是见面礼，何足挂齿啊！啊，对了，你我兄弟2人以后可要多亲近，多走动。哎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们家是什么都缺，可就是不缺金银财宝。人家可都跟我说了，齐国侯富可敌国，这回我可相信了啊。哪里，我跟你说啊，文涛，这个有钱不叫富，有朋友才叫富。我觉得有你这样的朋友，我非常的有面子。哎呀，郡主啊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这个人什么都不行，唯独一样东西，就是讲义气。以后你在京城里出了点什么事儿，说一声，天塌下来我也撑着你啊。哈哈，文涛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哎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是谁呀？当今丞相的公子，皇太后的亲侄子，再加上住在风水这么好的地方，京城里你可算是头1号人物啊。好，那我先谢谢你的吉言了。哎，我这就回去操办一切，过2天我们就动工。好啊，对了，我请客。走，走。哎，这。怎么样，小龙虾？这个地方是连神仙都要抢着住的地方，更何况是那些哭哭啼啼的难民呢？唉，真是个好地方啊！有了水就有了灵气。在这里盖上几间茅屋，简直是世外桃源。这块地有主吗？怎么会没有主呢？我万人离就是这里的君王。好了，小龙虾，这里的一切我赐给你了。好，我是应该给你鞭子了，好让你把那些老弱病羊赶到这儿来享受人间清福了啊。好，就是这里，我们行动吧。好啊，只要你那兜里的钱够充足的话，这里马上就可以变成难民的天堂。这个我这个钱皇上，文丞相让9城兵马司把城里所有的难民通通驱逐到城外。现在难民啊，个个怨声载道。你看看朕的丞相都在做些什么？好啊，一年了之，简单干净。他还有没有做其他事帮助难民呢？没有。那让那些难民怎么活呀？您的义弟小龙虾，他办的周鹏又新添了几口大锅。你看，这大丞相还不如个市井混混。这个小龙虾表面上虽爱胡闹，可心地却十分的善良。有这个兄弟，真是朕的福分呐。是啊，我一见他，也觉得心里头痛快。这个人一向是率性而为，所以他活得有滋有味。是啊，朕也总想和他在一起，有趣，还很充实。还有什么其他消息吗？齐国侯昨天突然来到京城。哦，他来做什么？
现在还不清楚。他带来几车东西，肯定有宝物，其中2辆车车辙印很深。可是现在已经有流通的银票了，齐国侯应该不会随身携带大量的黄金白银吧？那你怀疑是什么？卑职不敢说。如果有人可以看一眼就好了，知道他带的是什么东西，朕也好猜测他大概的目的。这个齐国侯是朕最担忧的藩王了。可是齐国侯的东西谁敢看呢？正是，虽然朕是皇帝，可拿他也没办法。你派几个干练的手下去盯着他吧。好。今天朕还约了白玉和小龙虾呢，你赶快办完，立刻出宫。是。难民真的是太多了，妇女、孩子、老人，有的都生了病。这样的房子遮风避雨还过得去，可御寒就差了。三弟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我也同情这些难民，可是我只是心里想想，顶多在街上施舍几个小钱，而你不只是心里同情，你是尽全力来帮助他们。大哥，我花的可都是你的钱啊！我不过是跑跑腿，张罗几声。其实最解决问题的，还是你拿珠宝换成了银子。不止，更重要的还是你这颗善心。跟你相比，二哥都觉得惭愧。别这么说，咱仨是兄弟。我做这些事的时候，心里就想，这里也有我2位结义哥哥的份儿啊。如果老天要积功的话，咱们3个都有份的。那就谢谢三弟了。可是要救助这么多难民，银子够用吗？白老大，我先前没有跟你说实话。其实你那些珠宝都非常值钱，我原来没有卖掉多少，现在派上大用场了。小龙虾，你活得真精彩。你的作为啊，我敢说，连当今的皇上都觉得很惭愧。可是我真的想不明白，朝廷怎么会这样对待难民呢？那是因为朝廷中有个文大丞相啊。我可真没想到，这个平时道貌岸然的司徒青云，他竟敢在我背后捅刀子。哼，这个老家伙，绝对不能轻饶他。爹，以后我逮个机会，狠狠地整他一下。这件事，爹心里有数。他敢跟我舞刀弄枪的，难道我就不会使刀子吗？哼，不过我最喜欢用的是软刀子。爹，朝廷上就司徒青云能跟您分庭抗礼，只要您能把他摆平，就没有人敢不服您了。这事儿只能记在心里面。文涛，你最近在干什么？爹，我最近认识了个新朋友，这几天总跟他在一块儿。什么人呢？齐国侯的儿子梁君卓，他是个慷慨仗义的人。齐国侯势大才厚，雄霸一方，他的儿子也不会是个等闲之辈。跟这样的人来往，值。不但是这样，他还跟我说想来咱们家拜访您呢。哦，好啊，欢迎。你去告诉他，我文家的大门随时向他敞开。嗯。尹老二，你瞧瞧人家白老大，一看这么大场面，马上就善心大发，又回家取银票去了。你呢，铁公鸡一毛不拔。哎，我看白老大身上毛多的是，你就可着他一个人身上拔算了。
我只是个空架子，吃饭的人多，伸手要钱的人也不少，我日子过得紧着呢。哼，你推的可倒干净。哎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家日子过得都精打细算的，专门有一个管事的管账管银子，随便花一个大子都不行。我看你就是铁石心肠，自己吃饱了肚子就不管难民饿不饿了。要知道你这么吝啬又没善心，真不敢和你结拜。哎，小龙虾，我人虽然没什么钱，可只要你需要，我一定可以做你的帮手的。你看这里哪个人缺手？我要用手几千只都有。现在缺的最重要的就是银子。哈哈，你刚不是还说那白老大的珠宝值大银子了吗？啊？我那是不好意思再向人张嘴了。珠宝卖的钱是多，可这难民也太多了，全部从城里出来了。我选了好几个地方盖房子，那银子就像流水似的往外出。有些病人呢还得看病吃药，哎，这人穷病也多，药店可就赚肥了，死扛着也不肯给你降价。再说了，那粥不能是1、2天就完了吧？唉，总得让他们度过这一段最难过的日子。我买的米啊，都可以堆成山了，可这难民的肚子还是刚喝完粥又饿了。唉，而这米价呢，我这1买多啊，眼瞅着就往上窜，整个跟我小龙虾过不去似的。这么说，也是银子不够用了。没管事儿不知道，这一照顾人啊，才知道花钱的地方太多了。你说，现在谁家有我这家大？小龙虾的招牌在那挂着呢，难民都当我是亲人，这事儿我能不管吗？唉，可动一动就花银子，白老大的珠宝，我已经花得七七八八了。这么坐吃山空是不是办法？这本来应该是朝廷做的事，委屈你了，小龙虾。哪儿委屈了？我帮人救人，心里舒坦嘛。再苦再累我也愿意。可是就是不知道还能帮他们多久。那你怎么没想点其他来钱的道啊？怎么没想啊？我也找过很多有钱的人，哎，可这人呢，越是有钱，心肠就越硬，都好像你一样，铁公鸡1毛都不肯拔。哼，也对啊，再也没有人像白老大那样带了一大堆珠宝让你抢了。你这一说，我倒想起来了，有一条路，就是挺危险的。又是打劫的活儿？肯定是不义之财。说实在的，真要是劫了的话，我心里一点都不会不安，就是太危险。你还会怕危险啊？啊？这个对象太不一般了，听说是最有心眼的。谁呀？万人敌的准确消息，齐国侯带了好几车的宝贝来京，藏宝的地点都知道了。听万人敌说啊，到手很容易，那地方四面透风。可我知道齐国侯做事一向谨慎，打他的主意，那脑袋就得别在裤腰带上。那你打算放弃了？啊？本来我死活不让万人敌打那主意，可现在缺银子，我的心又活了。唉，这圣人还有失误呢，更何况是齐国侯呢？没准儿真像万人敌说的，那珠宝轻易就能到手。怎么了？我是在想啊，那齐国侯啊，连放赌的事情都敢干，他的钱肯定是不义之财，应该干一下。你觉得行吗？当然行，万人敌是老江湖了，他说行准行。唉，这万人敌说话，你得在好几里外去听，越是说没事儿，我就越不放心。哎，小龙虾，可你有了这些珠宝，那些难民就会彻底得救了哟。那你肯帮我吗？当然了，我是你二哥哎。哎，这几天我不是拼了命的帮你打架啊？行，你果然是混混的料。嘿，小龙虾呀，普天之下就只有你敢把我当混混。那就这么定了，就今天晚上，一会儿咱们再跟万人敌商量个好计划。皇上，您不会真的怂恿小龙虾他们去偷齐国侯的东西吧？朕不光是怂恿，朕还答应自己去参加呢。啊，皇上，您是皇上啊，您不能真把自己当小混混啊！这昔日孟尝君用鸡鸣狗盗之辈成为美谈，那朕为什么就不能用混混呢？
不过朕对齐国侯带了什么好东西进京，也感到十分好奇。明着不好查，让混混去闹一下，倒也是个好办法。而且那个小龙虾极为聪明，说不定真能查出什么来。哦，皇上真会因势利导。皇上，那您看小龙虾他们有没有把握？这个很难说呀。那齐国侯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那小龙虾失手的可能性还蛮大的。那，所以朕答应去参加，只是诓他们的。诓他们？朕不只要诓他们，朕还要出卖他们。啊？哎呀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乌鸦都生了好几窝了，这。严老二呢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乌鸦都来回好几趟了，就是没有看见他的人影啊。这家伙关键时刻做缩头乌龟，真是小白脸靠不住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像郑年月像我们这么忠诚勇敢的好汉已经不多了。我跟你说真格的，像我们这行的经营老道的人才是最重要的。对，如果我们不是英雄好汉，怎么敢打齐国侯的主意啊？好了，算了，不等殷老二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咱们现在自己干，万人敌，你们3个从南面进，我和阿莲走东面。走。走，走。等等啊，怎么了？万人敌他们干这事是老行家，让他们进去就行了，咱们在外面把风。好啊，实在不行的话，咱们还可以跑。万人敌要是被逮住了，关他个10年8年，也许还能帮助他减肥呢。啊！干什么你急着去赶集啊？好了，就在这儿了，开工。啊！你们两个！你们在上面呢，叫那么大声啊！我在下面都没有叫哎。嘘，小声一点，小心被齐国侯听见。还在上面干什么？还不下来？小龙虾他们呢？干这活我们才是老手哎！小龙虾连做我们的徒弟的资格都没有，干嘛提他？哎，不提啊，先看看有什么好东西。走，去拿鸡。走。哇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？看另外一箱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炸药！这2老头想要干什么？看谁啊？他只带这些东西也太没品位了吧！看看别的。哇！哎呀，这才是我们要的！哎呀，齐国侯够朋友啊，知道我万人敌要什么。好，我们也够一次。我们把这些火药跟刀枪全部留给他们，这些我们统统要了。我们发了！哎呀，那个臭龙虾肯定后悔没有跟过来呀！哎呀，等到我们分银子的时候，我要他跪着喊我10声干爹！什么？哇，你们可来了！哇，你们还招蜂引蝶啊！哼，你们几个笨贼，连齐国侯的东西也敢碰，统统给我拿下！是。跟他们拼了！你们谁敢过来，大家就同归于尽！你讲的话你不要当真哦，我可想生小孩了啊！我刚刚跟他讲的意思是，这些炸药可以炸平一座山。
显然，最危险的时候还得靠我。哇，好帅呀！走走走，快走走，快走！刑部办案，这里是齐国侯的私人库房，犯案的人是齐国侯的人。不要听他瞎说！不要听他瞎说！是我们，抓我们！拿下！慢着！我不管这是谁的库房，只要发生了劫案，就归刑部管辖。带走！其他的进去分赃。哎，你们来分什么赃？刑部没有赃物如何查案？里面的东西全部带走，作为查案之据。什么？东西都抄进刑部了？我们抬出齐国侯的名号，可刑部的人根本不买账。这混账！听着，赶快派人到刑部盯着。滚呐！是。哎，这下麻烦可大了。爹，那些金银财宝可是价值不菲啊。金银倒是小事儿，那火药兵器要是被他们查出来，皇上一旦追究起来，我们父子俩免不了一番折腾啊。这刑部的人，您还没收买下来啊？哎呀，用来收买的银子啊，被刑部搬进他们库房了。我两手空空，拿什么收买呀？真可恶！哪儿冒出来这么一群毛贼呀？捅这么大个篓子！进去。辛苦了。哦。不要悲观，做万人敌的兄弟是不能有悲观的权利的。活着就有希望，活着就有幸运。对，我们不是有援兵的吗？啊，小龙虾那个兄弟，姓尹的兄弟，不是要救我们吗？唉，你们别再提那个胆小没用又不讲义气的那个家伙了。事前猛拍胸脯，一转身呢就跑到乌龟壳里面去了。对呀，这样的一个小白脸就会吹牛，连渔网都能被他吹胀起来，一头驴也比他有信义，一条蚯蚓也会比他有骨气。他是懦夫，他是叛徒。他是我的偶像。世上竟然还有比我更无耻的人，我难道不能崇拜他吗？你们别再说了，现在的重点是我们要先想办法从这里逃出去啊！哎呀，小龙虾一点都不糊涂啊，一针见血就点出了我们当务之急呀！难道你有办法？哈，我是谁？万人敌，万人敌的深谋远虑无人能及啊！我每前进一步，就会想到后退的180条退步。你能不能让那条牛休息休息？别再让它吹了，行不行？要吹破的啊！哎呀，重点就在你身上。我？你不认识那个司徒大将军吗？那你就写封信，买通狱卒送出去。可是我担心司徒大将军根本不会管这么小的事情啊。啊，我们5条人命是小事，他女儿嫁给梁君卓是大事。那当初要不是我想的主意啊，他女儿早就嫁到梁府，天天被蹂躏，夜夜被缠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让我写行了吧？问题是，买通狱卒的钱由谁来出呢？有谁出门打劫身上还带着银子的？把虎啊，交出来。
交出来！哼，这个就是救命的关键。玉祖，玉祖哥哥，恶心啊！救命！这哪来的东西？死牢里面的兄弟连夜送过来的，说是咱们家亲戚蒙难，给锁进牢里了。哪来的什么蒙难的亲戚啊？一定是静儿又闯祸了啊！那要不要叫夫人和少爷起来一起商量？先慢着，免得夫人担心。我去刑部探探情况。是。皇上，夜已经很深了，先休息吧。不用，朕等不及要听好消息。万岁！启奏万岁爷，刑部侍郎觐见。快宣。是。皇上，免礼了，快告诉朕结果如何？一切遵照皇上的旨意，已把事情办妥。这是从齐国侯库房内搜查到的物件清册，请皇上预览。那捕获的5名人犯呢？人犯现在还锁在狱中呢。哦，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呀？就说他们畏罪自杀，死在狱中。他们的尸首已经焚毁了。这样处置很好，那此案就算结了。趁着天黑把他们都给放了。臣遵旨。那个齐国侯应该找过你吧？是啊。那你怎么应付他的？臣避而不见，只是叫他们传话，说是案子上头还有主意，请他们稍安勿躁。上头？你的上头不就是说朕吗？还有个文丞相呢。好个上头啊！这不就是推给文丞相了吗？让他们自相残杀去。启禀皇上，今晚到刑部关注此案的人，不只是齐国侯，还有大将军司徒青云。司徒青云？他跟此案有什么关系啊？他说他的一个远房亲戚犯了案，被收押了。哦，是哪一个？好像是人犯当中一个叫小龙虾的。小龙虾？这小龙虾是司徒府的亲戚。你干什么？干嘛？开了袋也要等53刻啊！你半夜吵什么吵？时辰还没有到呢。放你们出去还不快滚！放！我们真的可以走了，你没搞错？有贵人帮你们呢。哎，出去之后可千万别提这事啊！哦。火药、兵器，还有这许多钱财。这齐国侯敢大张旗鼓地把这些弄进京来，看来真是没把朕放在眼里了。多亏皇上机智，先用偷龙转凤，再施金蝉脱壳。这齐国侯他怎么栽的，到最后都没弄清楚。最后的这招敲山震虎，才是朕的重头戏呢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，谢皇上。啊，这侯爷远道来京，路上辛苦了。谢皇上关心。哈，这侯爷一路上鸣锣开道，倚仗连绵的，朕想不关心都难的。啊，
当然了，侯爷乃国之重臣，理当树立威风嘛。不过这一招摇却引起了宵小的觊觎了。刑部，臣在。朕听闻昨夜齐国侯的宝藏被宵小给光顾了，京城治安这么差，你该当何罪啊？臣该死，臣该死。哼，不过事情也不能怪你了，毕竟大多数维护治安的兵力都给丞相中调，用去驱赶难民了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话说回来啊，幸好这些物件很快就全数追回了，否则还真是朝廷的一大损失呢。朝廷损失啊？这皇上这啊，怎么了？这些追回的物件不是用来捐献给朝廷的吗？不会吧？这王侯入京，随便携带大批的兵器、火药等军用品，如果不收回朝廷，会让人生疑呀。啊，难道真是应了市井谣言，说齐国侯在朝廷内取意要许多朝臣来作为掩护，实则见机行事，计划举事谋反啊？啊，那些兵器就是用来准备点拨的？不，市井谣言，请皇上切莫相信呀。这个兵器火药是微臣准备捐献朝廷，振兴国力之用啊！哦，那要多谢侯爷的美意了。兵部，臣在。派人前往刑部领取，冲入国库备银。臣领旨。这皇上啊，微臣放在刑部的不但是兵器火药，还有侯爷啊，你不提，朕还真给忽略了。还有几个大箱子，里面装满了金银珠宝，是吧？是。啊，侯爷善心，朕要替难民谢谢侯爷了。怎么了？这些钱不是侯爷用来捐给难民做寄出之用的吗？不是。那难道是侯爷用来打点官员，计划在京城里增设赌场分号的费用啊？那用不完的还要再拿去买兵器啊？不，皇上多虑了。好，那侯爷就直说了吧。那些钱你是要用来啊？钱本来也是想捐给朝廷，赈济灾民啊。行，户部臣在。同样派人到刑部去，把那些钱呢冲入国库啊。臣领旨。这齐国侯啊，忠心仁义，忧国忧民。诸位大臣，跟着一起致上感谢吧！多谢侯爷，多谢侯爷，多谢侯爷，多谢。文丞相，臣在。没事啊。总之呢，这些事你办得挺好，你的功劳朕记在心里了。那众卿若无要事启奏，今天就退朝吧。恭奏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爹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呢？皇上这小子够狠的，你爹长这么大岁数，从来没受过这窝囊气。爹，皇上他不肯把东西还给我们。那些东西都归了刑部，就连那些金银珠宝都充了国库了。什么？你说这跟耍无赖有什么区别啊？哎呀，他要真耍起来，我倒不怕他硬碰硬。坏就坏在他动了心机，打你嘴巴子还不忘面带笑容，满场的文武官员的心都让他收了，你爹连一点施展的空间都没有，你知道不？爹，我看你这次是错估了形势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侯爷，好你个文丞相，你还竟敢坑我！哎呀，侯爷，他这个
你这是误会呀你！哼，我误会啊！我虽然年纪大了，这双眼睛还是明亮的很。大殿上你跟皇上眉来眼去的，因为我没看见啊。哎呀，侯爷，你这说的哪跟哪儿啊？你是在冤枉我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敢喊冤枉啊？我进京带着那几车东西和金银财宝，是谁泄露的消息？怎么那么巧啊？头一晚上就来了窃贼啊！嗨，这我怎么能知道这件事儿啊？要说那5名窃贼畏罪自杀在牢里，我压根儿就不信。这事儿我们得好好想一想啊！啊，你就别装傻了。头一晚上出事儿，我就上刑部去查问了。刑部回话说上面插手了，这刑部的上头啊，不就是你啊？哎呦，可我的上头他还有上头哦！你这想推个1526啊？啊，是谁说的？朝廷里能呼风唤雨的，不就是你吗？你我2人都让人给耍了，你想想看，敢耍我们俩的人会是谁呀？你说这皇上是盯上我们了？哎呀，他是在用心做一个好皇上。我们以前都低估他了。没想到那2个老家伙在殿上的表情，朕就觉得好开心呐！皇上这一记闷棍，可把他们给打懵了。他们这回啊，莫名其妙的先立了件大功。朕何尝不想和大臣们赤诚以待，肝胆相对呢？不过朕如果不处处小心一点，只怕随时可能中计呀。今天心情不错，不如咱们出宫去找哥们儿讲和吧。顺便把战利品也带上。战利品？什么战利品啊？我已经通知户部，给我留了1箱钱银了。这小龙虾他们辛苦了1个晚上，还差点丢了性命，总要留点成就感给他们吧。爹，这个花瓶恐怕比我还贵啊！要是我一不小心花瓶碎了，我怕您心疼。没事儿啊，花瓶要是砸了，我就给你换个柜子。要不我跟阿莲换一下吧，他的看起来小多了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连这个小的都快顶不住了。我是小姐了，你这丫头真不贴心。你是小姐吗？你不是神勇威武的龙少侠吗？爹，女儿知错了。齐国侯也敢招惹，你的胆子比脸盆还大呀！说，你是怎么从牢里逃脱出来的？不是爹救的吗？我救的？我哪来那么大的能耐啊？哎，您就别谦虚了。哎，有谁不知道司徒大将军的威名啊？爹说出的话，谁敢不买账？我是去见了刑部侍郎，但是我只是呢，去了解情况，我并没有说要放了你啊。爹，您是大将军啊，我是你最爱的女儿，偶尔运用权力关照一下，也是人之常情，没什么不好承认的。我确实没有去求他。可是他们说有个贵人帮我们，那个贵人真的不是你吗？到底是谁呀？你说这个刑部把人给放了？上你站起来的，给我跪好！哎，你们俩干什么？举起来！来，虽然这次呢咱们人算不如天算，败下阵来，不过大难不死啊，同样值得庆祝，对不对？以茶代酒，大家干杯！来。哎，要是干成了，那可是山珍海味，琼浆玉液呀！哼，要是失败了呢，那就是清茶一壶和这几个花生米。别埋怨了，记住万人敌的名言：混混是没有悲观的权利的。万人敌，今天怎么了？
像一个斗败的公鸡，泄了气的皮球啊！我失恋了。失恋了？你几时谈的恋爱啊？我们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？我热恋了那齐国侯那几箱宝贝，哪知到头来还是舍我而去。想到那几箱宝贝，就像阵风一样从我手指中轻轻划过，却毫不停留。我恨不得一头撞死。难得见你这么消沉。好啊，你们！哇，你们果然在这里啊！叛徒，你还有脸现身呢！哎，我这来找你们。哎，你手真细，跟女人一样。细你个头啊！哟，连腰也细啊！啊？哎！跟我来女人的招式啊！哎呦你才是女人呢，没种！我问你，我还要问你们呢。昨晚你们1、2、3、4、5都到哪里去了？约好去打劫，怎么都爽约了？啊？我们爽约，你才爽约呢！我爽约？哎，我们不是约好子时3刻要行动的吗？我和陈琳在那边等了半天，连那个鬼影子都没有看到啊！啊？约的是正子时，你怎么多了3刻？哼！啊？这么说，是我记错了。猪脑袋！我说猪脑袋啊，你别闹了行不行啊？以后这么重要的事情，麻烦你记准时辰好不好啊？多了3刻，我们都已经蹲进大牢嘞。啊？你们给官兵抓了？是啊，抓了又放了，把我们当作祈福放生的乌龟了。哦，难怪。哎，你难怪什么？哎，我昨天和陈琳等了半天，正想放弃的时候啊，看到一大堆官兵从齐国府那个仓库里面搬出一箱又一箱的东西。那是刑部查封的赃物。我们没管那么多了，我和陈琳就联手抢了1箱啊。什么？哎，你陈琳的武功抢10几箱都不成问题，只不过我们不过什么？不过我们才2个人，抢多了也拿不走啊，浪费。你真的抢了1个箱子？它现在在哪儿啊？我们得手以后到处找不到你们，总不能要我们拿着箱子到处走吧？于是呢，只好拿到万人敌住的地方随便放着喽。箱子在我家。什么？箱子在我们家？当然是了。失陪。等等！你不去抢抢？阿莲，跟上来。哎呦，宝贝哦，我的宝贝呀！你真的办到了！小龙虾，有了这箱珠宝，你想要新建房子、帮助难民的心愿都可以实现啦。这不是做梦吧？这不是做梦！有这么多，这真的是太好了！他真的是混混，他哪来的天分，能混得如此纯真无邪，讨人喜爱呢？小龙虾就是公主，她就是公主？师傅，这是真的吗？公主天生善良，虽然有时刁蛮一些，但她身体力行的都是济世救民。太好了，师傅，我们竟然有这么好的公主。只要公主救助了这些难民，到时就会扬威天下。公主只要一声令下，到时四方必会响应，那我们复国就有希望了。对，公主是我们的希望，会引导我们复国的。但是公主好像跟皇上真的很熟。师傅，现在是我们杀掉皇帝最佳的时机。如果公主肯帮忙，我们杀死皇帝就如同碾死蚂蚁一般轻松。不可以，这样做会节外生枝的。师傅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请师傅下定决心，求心愿以命相搏。
公主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我们不能逼公主这么做。那我们就把国仇家恨告诉公主。不行，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。师傅，你太优柔寡断了。你不愿意说，那我来说。不行，你太冲动了，时机未成熟。我们若贸贸然这么做，只会坏了大事。师傅，如果我们不把握时机，那我们就没有希望了。师傅，徒儿恳求您把握机会，杀掉皇上。秋心，你明不明白？如果没有公主，我们去杀了皇上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只要我们下定决心跟踪公主，就一定会在宫外找到皇上的。秋心，你的心里就只想着报仇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公主和皇上是好朋友？如果皇上一死，公主一定会以死相报。如果没有了公主，那我们就会前功尽弃呀。那复国报仇呢？没有公主，我们何来复国啊？师傅，够了！如果你心中还有我这个师傅，你就听我的话。如果你还是要一意孤行，你现在就给我走，从此我们的师徒关系就一刀两断。对不起，师傅，徒儿冒犯了您。秋心的命是师傅救的，秋心对师傅一直像亲娘一般，绝无儿戏。这是报仇心切，请师傅恕罪。秋心，师傅知道你很想报仇，但我们一定要以大局为重。是，秋心明白，秋心一切都听师傅的。嗯，你能够明白，那就好了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？公主若要行善，我们绝不可以袖手旁观。我们要帮助公主。怎么帮？捐一些钱给她。还有，我们一定要保护公主。这次难民很多，我们一定不能让公主有任何闪失。师傅放心，为了公主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嗯。老爷啊，昨晚那么晚睡，有什么事吗？哈哈哈，没什么，我跟剑南呢做了个彻夜长谈。你们父子俩谈些什么呢？孩子大了嘛，做爹的呢总要关心关心吧。啊，娘，有件事我一直难以启齿。剑南呐，男子汉，有什么话就说出来。啊，你说吧，有什么事，娘站在你这边。这些年来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女孩子，是文强。对，我觉得文强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孩子，我想娶她，请爹娘能够成全。文强是个好女孩啊，从小就听话懂事，我也很喜欢她呀。这不就成了？文强啊，我也喜欢，我们剑南的眼光不差呀。可光我们家喜欢不成啊，不知道人家文强会不会喜欢咱们家的剑南呢？上次文强能上我们家来，你还不明白啊？哦，是，文强也很喜欢咱们这个家，我们俩已经说过这件事，他很愿意做你们的儿媳妇儿。那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夫人呐，我今天就去文家提亲啊。谢谢爹。好。我爹已经去求亲了。求亲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爹已经去你们家了。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啊！你爹一定会答应我们的事的。我爹早就夸你比我弟弟强，他说你武艺好，人又懂礼貌。而且，咱们两家也是门当户对。是吗？是啊，丞相家和大将这家，身份高贵，一文一武，正是绝配呀。我回去啊就知道结果啦。我回去后也赶紧问问我爹，如果成了，我要请3天的课。看把你高兴的。你不高兴啊？我当然高兴啦。丞相意下如何呀？我看，这恐怕不能算绝配吧。我女儿文强和你们家司徒剑南，我看并不合适。怎么会不合适呢？恋爱当然是百里挑一，可是我们家剑南也是文武双全，品貌也是优秀的。司徒剑南那小伙子倒还不错，我也不讨厌他。
只是我们文家并无意和你们司徒家联姻呢。文丞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文丞相，我们虽然政见有所不同，但是都是出于忠君爱国的目的嘛。这里我想，不该有个人的恩怨嘛。没有个人恩怨，你就别在人家背后捅刀子玩阴计。我告诉你，我姐是打死也不会嫁到你们家去的。这儿没你的事儿，出去。文丞相，我不明白。哟，玩了阴的还不承认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竟敢如此放肆！哼，那又怎么样？啊！滚！滚出去！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！这世上黑的白的，用得着你在这说吗？好，我滚。但司徒星云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是打死也不会让我姐嫁到你们家去的。哼！哈哈哈哈！哼！哼！司徒将军，司徒将军，司徒将军，犬子无知，还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文丞相，我想听一听黑了白了的意思。好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就这个意思。我一定要解释呢。那好，大将军，我作为丞相，在我丞相管辖的范围内，官员也好，难民也罢，只要是我丞相的圈子里，还请大将军不要参与进来。难民问题，只是皇上提出了，我才说了几句。我敢发誓，我完全是出于公心。好，那我的二女儿不可能嫁入司徒府，这总算我们家的私事吧。告辞，不送。姐，姐，哎，三弟，你怎么跟这家伙在一起啊？啊，我们在路上碰到的，所以就说了两句。文涛，好久不见，我最好一辈子都不要见到你。司徒剑南，我知道你在打什么鬼主意，你想勾引我姐姐是吧？痴心妄想！弟弟，大家从小在一起玩的，你不要这个样子。姐，你不要吃里扒外行不行？他老是在背后捅咱们爹刀子，你还有脸跟他在一起？不许你胡说！我胡说？大姐在宫里亲耳听到的，他老子参咱们爹。哼，道貌岸然的家伙，居然还有脸上咱们家来提亲！你见过司徒大将军了？当然看见了，他那张老脸。司徒剑南，你别痴心妄想了。你爹上咱们家来提亲，被咱们家拒绝了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也不想想自己配不配呀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哼，不信的话，你回家问问你爹吧。不过要是没有羞死的话，你现在也差不多该滚回家了。姐，快回家吧，别再丢人现眼了。姐，文成。姐，姐，哎，梁兄，哎呦，这不文涛吗？这么巧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哎，送我二姐回家。你二姐？你二姐在哪里啊？前面哭的那个。什么？你是说前面哭的那位小姐，就是你二姐？对啊，文家二小姐文强嘛。实不相瞒啊，本人见过你二姐，而且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她美若天仙啊。难不成梁兄喜欢我二姐？我就是怕她不喜欢我呀。哦，对了，这次我爹来呢，也就是为了提亲这件事儿。兄弟，你觉得我
还有希望吗？依我看呐，梁兄你和我二姐才是绝配。兄弟，只要有你这句话，我日后只要是做了你的姐夫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。哼，这我不怀疑。当姐夫的嘛，肯定要哄好小舅子了啊！是。哦，对了，我这就回去，让我爹写一封提亲信。好，那我在家里恭候你这个未来姐夫了。好，那我找我姐去了。你去。王八蛋，兔崽子！文涛这狗东西竟敢侮辱我爹！哼，我非要去扒了他的皮！站住！爹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打出司徒家的威风来。小犊子竟敢落虎须，今天我非把他丢到茅坑里去喂蛆！你给我回来！这没你的事儿啊！你一个女孩子家，你乱出什么头啊？静儿，你别再惹祸了，你闯的祸还少啊！难道我们就任那龟儿子欺负吗？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一张口就是脏话呀？王八蛋、龟孙子、兔崽子，这种无赖的话是你一个大家闺秀该说的吗？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？文家的小王八蛋、龟孙子，我们何必跟他一般计较呢？老爷，你怎么也说脏话呢？我气糊涂了。爹，你消消火，女儿非要替你出了这口恶气不可。行了，你别瞎掺和就好了。咱们家可不是下三滥。受点气，难不成就打上门去吗？像话吗？爹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简单呐，你是司徒家的好男儿，士可杀不可辱啊！咱们宁可丢了性命，不可丢了脸面人格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孩子啊！这天底下的好女孩有的是吗？不止他文家一个，他家这亲呢，咱不结了。儿啊，你别这样，娘瞧着心疼。文强是个好女孩，我和你爹也愿意让她嫁到咱家来。可是他一家现在恨透了你爹，咱就算搭上颜面，他们也不会同意和咱结亲的。既然这样，咱还不如保全面子呢。不，我不同意。你又来了，你到底要怎么样啊？咱们司徒家的面子难道就不要了吗？被人家侮辱成这样也不还击，就算有面子了吗？那依你像个无赖似的打上门去，就有面子了吗？荒唐！真要找回面子，就要想办法把他家女儿弄到咱们家来，怎么着也得让哥哥娶了文强。到那个时候，那老东西和那小鬼才叫死没面子呢。静儿，你说的容易，那老东西，他怎么会同意把女儿嫁给咱们呢？就是啊，难不成我再活上个老脸上门去求亲吗？静儿，爹，女儿怎么敢让爹再去受人侮辱呢？哎呀，除了上门提亲这个笨办法，还有其他许多办法啊。说得轻巧。除了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哎呀，那可多了，比如什么诱拐呀、生米煮成熟饭呢、偷梁换柱啊、威胁恐吓啊。停！静儿啊，你是大小姐，不是下三滥啊！我不过是随便说了几条小把戏，我还有更高级、更绝的呢。行了，你们别管了，哥的事儿就交给我吧。哥，走。静儿啊，这回哄他哥了。剑南如此伤心，让静儿哄哄他也好。我是担心这疯丫头真的干些出格的事。这些年她玩的鬼花样还少吗？要我看呢，静儿真有能耐把文强弄到咱家，那由他去吧，非让那个老东西和死小鬼气死不可。这么说，文强被梁君卓看上了？是啊，梁君卓以前不知道什么时候见过二姐一面，他很倾慕二姐，而且他父亲也早有和咱们家结亲的想法。
那齐国侯这次进京就是和这事有关系？对，而且梁君卓会很快带着他爹的求亲信来咱们家。那这事儿倒要好好考虑考虑啊！爹，这还要考虑什么？文涛，其实爹知道，你二姐很中意司徒剑南，你爹我呢，也挺看重司徒剑南的。司徒剑南怎么跟人家梁君卓比呢？爹知道，上次司徒剑南赢了你一招，你到现在还都一直记在心里。爹，他既然喜欢我二姐，干嘛不给我点面子啊？这件事是你小心眼了。爹在想，我是不是也小心眼了？爹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文涛，爹虽是丞相，你姑妈是太后，你大姐也在宫里。可我还是感觉皇上渐渐对我有些不满，也不太在乎了。像这次在金殿之上，当着那么多的大臣，让你爹下不了台。嗨，那还不是那个司徒青云在后面搞的鬼？司徒青云，哼！哎呀，在朝中，我和司徒青云分治文武。可如果我们两家联姻了的话，那司徒青云就是亲家，而不是敌人。那我们文家可真是根深蒂固了。爹，就算司徒青云跟您做了亲家，也未必不跟您作对啊。他不是一向以刚直自诩的吗？还有梁君卓，才貌过人，不亚于司徒剑南。再想想，齐国侯的势力难道比不上一个大将军吗？人家可是雄霸一方，裂土分封的。好，爹就认了这门好亲戚。爹，孩儿告辞了。去吧。少爷，别愁眉苦脸的，小姐不是说帮你了吗？可不是，哥哥，你现在的样子就像难民。我恐怕比难民还要可怜些吧。哥哥，就算你是难民，也不必这样啊。少爷，你可知道城外的难民最想念的人是谁吗？他们一想到就充满了希望。哼，我知道，小龙虾。小龙虾，什么货色？听说就是个混混，可他可真够有钱的，不仅仅在城外施粥，还盖了那么多房子供难民住。就少爷您看中的地方，都成难民窝了。哼，敢占我的地盘，我看他是活腻了。少爷，那本来就是个没主的店儿，这事儿就算报官，恐怕也没用啊。报官这么好的主意你都想得出来啊？咱们就是官呢。哎，是，快召这个人，把事情摆平啊！好的，少爷，我这就去办。小子，你现在知道小龙虾的拳头有多厉害了吧？哎呀！哎呀，小龙虾，我这两招都被你学去了啊！好在你现在用的是拳头啊，要不然你把你这龙虾钳子给取出来的话，这虫子早就被你掐死了。你们这群混混乞丐都活腻味了吧？什么地都敢占，什么人都敢打，我看你们就等死吧！闭上你个会放屁的嘴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老子在这里画一个圈，这里就是小龙虾的地，怎么样？给我上！来，你肿的别跑啊！还有你这只小龙虾，等我们家少爷来了，非把你捏碎不可！走！大爷，我今天正愁有气没地儿撒呢，赶快叫你背后那只缩头乌龟露出头来吧，看
你怎么会到镇这儿来啊？其实我不应该到这里来，只应该在外面的。哦，为什么？是文贵妃吩咐我来叮嘱皇上，时刻注意皇上在什么地方。啊？哎，皇上，那你今天可没法出宫了。哼，这文媚儿几次跟母后说朕不在宫里，母后都开始怀疑朕了。不出去就不出去吧，省得叫阿奇为难啊。谢皇上体贴，阿奇给皇上添麻烦了。哪里，你帮了朕不少忙，朕应该谢谢你呢。对了，文媚儿这2天应该老实一点了吧？她那脚不行了，是不是总得坐在床上啊？皇上这回可想错了，文贵妃这2天咬了牙发了狠，正在拼命练习走步呢。走步？她怎么练习走步啊？文贵妃说了，打死也要把自己的腿脚练好，以后皇上要是再领她巡视宫中，休想把她拖垮。哼，她倒是有股狠劲儿啊。她不疼吗？疼是疼，可是她好像没有做不到的事。文媚儿从小就这样，只要她想要的东西，怎么样也要弄到手。那现在她最想要的是皇后的位置。唉，难道这个位置真的充满了魔力吗？能把一个原本不坏的女人变得十分的疯狂？朕真想知道，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拼命练习走步，是个什么怪模样？女人应该送到边疆去啊！够狠，够绝，够坚韧。哇，这是女人吗？太可怕了，朕都有点心疼她了。哦，对自己都能这么狠，这还算是女人吗？嗯，当然，她还是您心爱的表妹。去，寻朕开心啊！看您说的，我说的都是无关痛痒的话。哎，说起寻开心啊，皇上。那得说是小龙虾，那是，朕跟他们在一起混的时候，还真是十分开心。我感觉得出来，他怎么跟您闹，您都觉得特舒服。小龙虾虽然有点闹啊，可他是真正的善良。那文媚儿要是有他1/10的善良啊，朕也会对她好一点。哎，在宫里有一个善良的皇后实在太重要了。那是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如果她真的当了皇后，目的达到了。说不定就变好了呢。怎么？你希望她当皇后啊？不，我是在想啊，皇上，您说您能挡得住文丞相和太后的2面夹击吗？挡不住也得挡啊！哎，文媚儿是个不甘寂寞的人，她现在在宫里已经是不可一世了。要是她当了皇后，到时候宫外的事她肯定也会横加干涉。哎，文章已经够跋扈的了，她女儿要是当了皇后，那还不上天啊？肯定得上天。哎。其实文媚儿，如果在宫中能够对人家好一点，对外又能替朕抵挡她父亲的话，朕又何尝不考虑让她做皇后呢？可惜啊，可惜，她眼里啊只有她那爹。娘娘，皇上来看您了。真的？哎，在哪儿啊？哪儿？皇上，您看这在哪儿啊？啊？走，过去吧。表哥，媚儿，皇上，你怎么来啦？哎，闲着没事到处转转。哎，媚儿，你在做什么？哦，我在练习走路啊。脚不是伤了吗？这样练不会痛啊？为了不让表哥把我甩得远远的，什么苦我都能受。哎呀，你这有何苦呢？不是说了吗？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媚儿，你怎么不明白啊？啊，走得快，走得好。对于贵妃来说，并不是最重要的。那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？宽容大度和一颗悲天悯人的善心呢？表哥，你是在说我恶毒吗？朕是在帮你啊！帮我还说这种挖苦话？你看，朕才说宽容，你又在小心眼了。
表哥话里有什么音，我还是能听得出来的。要是没这点本事的话，那我就比落在树上不飞的鸟还要笨。行，你爱上树上树，爱飞哪飞哪啊！哎，皇上表哥，哎呦！文强，她是我的二女儿，也是我的掌上明珠。君主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可一定要对她好。哎，梁兄，你愣着干嘛？爹已经把二姐许配给你了。小婿叩谢岳父大人。起来吧。哎。我们今后就是一家人了，我会把你当我自己的儿子看待。我二女儿她性格很柔善，不张扬，你记好了，你可不能欺负她。岳父大人，您就放心吧，我梁君卓一定会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您的女儿文强。好，我对你有信心。我家文强终于找到自己的归宿。小姐，我爹他为什么要这样？他为什么要把我嫁给一匹狼？那梁公子看起来也是一表人才啊。那梁君卓金玉其外，败絮其内，他根本就是一个禽兽。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有一个坏蛋曾经在酒楼上欺负过我吗？我记得，怎么了？那个坏蛋就是梁君卓啊！那小姐千万不能嫁给这种人。我去告诉司徒少爷，让你们见个面，商量一下解决的办法。他们人多势众，那帮难民也跟着瞎起哄，我们拼了命也打不过他们。还有少爷，那个小龙虾最恶毒了。我跟他说，我们少爷待会找他去理论，他居然把你骂得狗血喷头。他说你猪狗不如，说你是躲在龟壳里的烂乌龟，说你出生时候就瞎了眼。你再说一遍。不是我说的，都是小龙虾说的。哼，小龙虾是吧？好，你看我怎么剥他的壳，找几个武功好的人把他给杀了。好，不过少爷，现在街上认识你的人多了，咱们就这么光天化日、明目张胆的杀过去，不会有人说老爷闲话吧？文训。傻瓜都知道这事儿是晚上才能做的。是，我都被打昏头了，我这就去召集人马。公子，咱们真的要帮小龙虾打架？我结拜义弟有难，我是理当义不容辞。可您是小王爷，跟混混们斗来斗去的，别人知道了，影响肯定很坏。无双，这小龙虾做的是善事，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，也是我愿意的。再说了，我这心里有一种感觉跟小龙虾非常亲，而且不是一般的亲。这种感觉我从来都没有过。我只知道，不论小龙虾让我帮什么忙，我都愿意。公子，你这个样子，就像喜欢上一个女人，做什么事都是不管不顾。你不要胡说。啊！我不相信，这不是真的。剑南，我只想一死了之了。文强，你千万不能嫁给那个家伙！你要告诉你爹，那个梁君卓是个坏蛋，他是一条毒蛇，一个恶棍，一个色魔。我知道。可是我爹一向很固执，他怎么可能听我的呢？文强，我去杀了那个梁君卓，一个死人，我看他怎么还能跟我这种心爱的女人？如果你就只有这么一个办法，那你真的很没用。杀了人，你还能活吗？你的家人呢？你怎么让他们安生？
你死了，我怎么办？可是如果让别人娶了你，我还不如死了好。剑南，光是急是没有用的，我们得想想办法。要不然，我就进宫去求求我大姐，让她说服我爹。在这个家里，爹就听我大姐的。可是，就怕大姐也站在爹那一边。大姐一向是和爹一条心的。不过，我会尽量说服我大姐的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今天这事，你弟弟肯定也参与了。我真傻，当时逼我的时候，为什么要赢文涛一招啊？你就不要再自责了，比武本来就是有输有赢的。哎，文强，我想去找我妹妹，看看她有什么办法。司徒静，她能帮上忙吗？妹妹古灵精怪，比我点子多，我想她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也好。那我现在就去找她。全都给我烧了！你们去帮助其他难民，这里由我来对付。啊，小龙虾，快走！三弟，我来帮你。驾！